一直以来，美国打着自由航行的旗号，多次非法闯入中国周边海域。然而，美国却狠起来，连队友都打。最近，印度国内媒体就刚刚发生一场舆论地震，为何美国连好伙伴印度也要打压？而印度的反应呢？4月9日，《印度时报》报道称，美国第7舰队高调声明，美军驱逐舰约翰·保罗·琼斯号当天在印度拉克沙群岛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活动，美海军甚至都没有事先通知印度。报道指出，美国在印太地区寻求加强和印度合作，以应对中国的背景下，美国不仅在印度专属经济区航行，还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挑衅声明。美国第7舰队声明强调，美国海军陆战队约翰·保罗·琼斯号驱逐舰在没有事先征得印度同意的情况下，在印度专属经济区内的拉克沙群岛以西130海里处维护航行自由权利，这符合国际法。不过，印度要求在其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进行军事行动前需征得同意，这一主张不符合国际法。而这种航行自由通过挑战印度过度的海洋主张，来维护国际法承认的自由使用海洋的权利。整篇声明挑衅意味更是十分浓厚。为何美国突然要欺负伙伴印度呢？分析称，这可能是强行拉印度入伙的伎俩。美国对印度的要求是印度充当美国的打手，为美国的利益卖命。可印度边境挑衅并没有得逞，反倒继续加强和中国经济交流。同时，美日印澳围堵中国尚未见效，或是对印度消极处理4国机制的惩罚，过河拆桥罢了。但是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重要一步棋，敲打一下就够了。为何要发表如此挑衅十足的声明，而且屡次强调美军航行自由符合国际法呢？此事也引发印度人激烈讨论。有人感叹，美军向我们表明我们所处地位，让我感到我们国家如此弱。还有人讽刺第一次尝试到4国机制真正的滋味。不过也有印度人认为，这篇故作高调的声明其实是在做给中国看。美国为了不能激怒的敌人，先把伙伴暗地摩擦，不惜手撕伙伴来降低对手的敌意，表明美国航行自由并不是刻意针对中国，但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。内心确实不想起冲突，印度都默认我们航行自由，你中国凭什么不允许？无论美国意图是什么，这也让外国看到一个色厉内荏、欺软怕硬的印度。至今，印度方面还未做出回应，不敢怒也不敢言。要不是美军如此大张旗鼓，印度国内可能都不知道吧。自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，他就对中国打出多套组合拳，外界也纷纷猜测拜登对华政策究竟会是什么方向。在预热过后，拜登政府对华法案终于官宣了，这下彻底断了某些人的幻想。在4月8日，美国国会2党发布了长达283页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草案，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、经济和外交工具，抗衡日益崛起的中国。根据公布的法案草案，主要内容包括几个大方面。首先，拜登政府应该先重申美国对盟友和伙伴国家的承诺，美国也应该重新主导国际组织和多边论坛的领导地位，以抗衡中国构成的全球影响力挑战。第二点，还是惯用的意识形态手段，呼吁拜登政府用普世价值观插手涉疆涉港事务，并加强涉台程度。第三点，在经济方面，应追踪知识产权侵犯者和中企在美国市场的存在，而且也应向新冠贫困的国家提供债务减免。在军事方面，面对中国军事扩张，也应加强和盟友之间的军事合作，共享关于中国先进武器的信息共享。对此，多家美国媒体都认为，美国出台的法案标志着全面对抗中国，美国已经毫不掩饰，将对抗中国摆上了台面。美国业界认为，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和高科技行业的强劲，以及军事实力的崛起，都让美国高层深深感到了危机感。但是按照美国人的逻辑，他们面对竞争对手的时候，优先的并不是如何提高自身实力，而是放弃所谓的自由市场以及国际秩序，用尽手段绊倒对手。美国走入最大的误区。这次美国公布法案，一方面顺应2党共识，一方面美国如此声势浩大，也是为了忽悠其盟友和伙伴站到美国阵营，共同抗衡中国。事实上，美国对中国出台全面的战略对抗措施，看似来势汹汹，其实几乎没有任何新意。其上任特朗普早就把非军事对抗的手段都用尽了，但结果呢？中国没有屈服，反倒对自身道路愈加自信。相反，看看美国，美国疫情催化各种前所未有的矛盾爆发，但是美国想的不是如何解决自身问题，反倒一味对外转移矛盾。其实铁幕再次开启，但中国不是以前的苏联，美国刻意制造对抗，只会加速美国的衰败。对于美国的全面对抗，我们引用一句话就够了：他们要打多久，我们就打多久，一直打到完全胜利为止。最近这段时间，西方媒体基于谎言炮制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，一拥而上大肆宣扬并抹黑中国形象。然而在面对自己的盟友时，西方媒体开始集体晋升。9日，据日本媒体报道称，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福岛第1核电站污水排入大海，并于13日正式做出决定。日本计划缓慢向大海排放核污水，以确保排放量对人体不会产生影响。事实上，在去年也传出日本打算将超过120万吨处理水排入太平洋的消息。核污水是在冷却核反应堆后残
流的废水，不过日本将其称之为处理水，一直对外宣称对人体和水质不会造成影响。曾有一段时间，日本用川水来定义核污水，后来改用处理水。在世界原子能机构大会上，日本代表还曾辩解称，核污水排放并没有超标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排放会对海洋污染造成影响。但是多次抽查发现，所谓的处理水不符合排放标准，这是日本政府的公开欺骗罢了，有小理无大义。福岛核泄漏事故原本是一场小事故，由于日本政府不作为，却硬生生拖成了切级事故，后续处理更是饱受诟病。历史上只有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过7级核事故，但是却做出巨大牺牲，按住了事故进一步蔓延，而日本做出的只是鞠躬。但大多数西方人记住的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，并不是福岛核电站。其实日本一直都在偷偷往太平洋排放核污水，现在终于连装都不装了。日本将所有的核污水都储存在核电站内，但是预计到2022年夏天，核污水的水箱容量将会达到极限，所以日本直接摊牌了。日本核污水中放射性物质可能对周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污染，由于洋流作用，放射性物质甚至扩散到整个全球海域，简直是缺大德。然而对于这种毫无底线的反人类行为，世界原子能机构呢？世界环保组织呢？世界人权组织呢？欧美政客哑火了，诬陷中国时上蹿下跳，自己盟友罪孽人间时却装聋作哑。我们是一定要发声反对的，并且一定要大做文章，采取实际行动阻止。一直以来，西方在东西方事务上奉行双重标准，然而美丽的风景线却多次在西方国家上演，他们却开始避而不提了。在近日，一边破坏中国稳定的英国，另一边正面临全国骚乱。4月8日，伦敦时报报道称，骚乱已经向英国全境蔓延，尤其北爱尔兰的暴乱最为激烈。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警局和警察遭到冲击，数百名青年还骑着汽车并点燃，火光砖头弥漫在整个贝尔法斯特。英媒将其形容为数年来最严重暴乱。英国首相约翰逊将这些示威者驳斥为暴徒畜生。和苏格兰一样，北爱尔兰似乎也要闹独立分家过日子。英国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分裂危机，而这场危机根本原因还是内部矛盾激发，导致难以调和的对立。首先，最大的因素是英国脱欧带来的后遗症。英国脱欧造成贸易壁垒，导致北爱尔兰边境与其他欧洲国家贸易不畅通，再加上欧盟和英国阿斯利康的疫苗争端，进一步影响了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。而作为双边互动的前沿地带，北爱尔兰直接陷入漩涡中心。其次，欧洲疫情反扑，多国又宣布全国性封锁、宵禁、停课。英国疫情防控不足，也带来一系列连锁效应。而英国寄予厚望的阿斯利康疫苗被确认获致血栓，总而言之，疫情相当不乐观。而疫情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经济大幅萎缩，这给脱欧后的英国经济雪上加霜。事实上，在英国脱欧前，独立趋向更强烈的苏格兰就多次表示要公投独立。之前苏格兰就曾公投闹独立时，之所以不了了之，是因为英国当局威胁苏格兰，如果独立就不会让其参加欧盟。现在情况却反过来了，不少英国人表示，这就是脱欧带来的分裂，我们早就该想到有这一天。还有英国人甚至提到了中国，脱欧已经无法挽回，但是如果一开始我们在经济疫情方面和中国合作，并且学习，可能一切会变得更好一点。分析称，中国有最大的市场，也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。脱欧后的英国原本和中国合作能一定程度弥补脱欧过渡期，但是英国当局把赌注放在了美国身上，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上蹿下跳，肆意破坏与中国的关系。然而美国又给了英国什么？更讽刺的是，在英国面临骚乱的时候，还不忘伸手干预涉港事务，为一些暴徒提供政治庇护。如果没了北爱尔兰，没有苏格兰，英国还算什么？